过琼州海岛，就得守这里的规矩。今日安置流放女眷，军户双方都在这儿了，挨个上前来配婚立户。官爷，我手里有2两碎银孝敬您，我选他。我要嫁给这位穿绸缎的钱老板做继室。哟，这小娘子细皮嫩肉的，虽然是罪臣家属，但做我继室倒也勉强不亏。不过丑话说前头，进了我家的门，洗衣做饭劈柴都得干，我钱家不养闲人。只要能吃饱穿，总比跟着那些穷当兵的强。妹妹，姐姐我就先挑这有钱的商户去享福了。你看那边那个水师军汉，衣服上全是补丁，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。姐姐只能把这吃苦的差事留给你了。这苏娇真是自私，自己抢了富商，把那看着最穷最凶的军户留给亲妹妹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那军户家里还有个瞎眼老娘，苏婉嫁过去，怕是连野菜都吃不上。在这流放绝境，商户的所谓富贵不过是压榨人的算盘，强壮的体魄和护家的人品才是真正的底牌。姐姐既觉得商户是好归宿，嫁过去便是，只盼姐姐日后别嫌算盘声太响，日子太斤斤计较。你少在这泛酸，等你以后饿得眼冒金星，可别跑到钱家大门外哭着我赏你一口饭。姐姐放心，大门朝哪开我都不会去。海岛风浪大，姐姐可得把你的私房钱藏严实了。这位军爷，你可是来相看的，若没挑中别人，你看我成吗？我叫陆征，是驻守海岛的水师小旗，但我家极穷，屋顶漏风，家里还有隐蔽的老母和刚成年的弟弟，你跟着我，怕是要受苦。你再看看别人吧。我不怕穷，你站得直，气息稳，是个守规矩有担当的汉子。你力气大，以后能护家，而我有手有脚，能找吃的。你敢带我走吗？你若真的不嫌弃，我陆征这条命，以后就护着你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包袱给我，我来提。哟，还真看对眼了，真是上赶着找罪受的贱骨头。行了，别管别人了，跟我回府。家里还有几大盆客人的脏衣服等着你洗呢。什么？我是去做继母的，怎么还要给客人洗衣服？你以为我钱家的饭是白吃的？不干活就滚出去睡大街！陆大哥，咱们回家吧。好，跟紧我，这边的路不平。大哥，你真领了个嫂子回来。家里连杂粮饼都没几块了。委屈好人家姑娘了，是咱们家穷，连累你了，造孽呀！娘，快别哭了，仔细伤了眼睛。我叫苏婉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穷不怕，只要人勤快，总能吃饱饭的。我去隔壁赵大娘家借半碗糙米。今天你刚进门，绝不能饿着肚子。不用去借人情。陆征，你找个大木桶给我，我去海边转转。嫂子，海边除了色嘴的苦螺和咬人的小螃蟹，啥也没有啊，还能有吃的？那可不一定。你们在家把灶台火升起来，烧一大锅热水，等我回来就行。我陪你去，海边风浪大，还有暗礁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你力气留着劈柴烧水，就在院子前面的浅滩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这片海滩没被开发过，必然物产丰富。
只要发动异能感知，就在那片隐蔽的深水礁石底下，生命体征很强，绝对是极品好东西。新来的小媳妇，那石缝里除了石头啥也没有，别白费力气去搬了，小心割破手啊！大伯，我运气一向好，我偏要试试看。天哪，这大青蟹个头真大，一只得有2斤多吧？发财了！1只、2只、3只，底下居然全是一兜兜的大生蚝，全挖回去！天哪，嫂子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海神爷保佑的宝贝？这么大的青蟹，就是几十年的老渔民也未必能抓到，你怎么找出来的？我都说了，我运气好，专门能闻到海货的味儿。快，陆明，把这几个洗了，今晚咱们煮海鲜羹。老天爷开眼呐，娶了个福星进门，咱们陆家有活路了。娘，千万别败了，咱们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陆征，发什么愣？来帮忙处理生蚝啊！好，我都听你的。以后这个家，你说了算。太好吃了！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鲜甜的肉。苏婉，只要我陆征有一口吃的，绝不会让你饿着。这算什么？跟着我，以后咱们天天吃好的，还要盖大瓦房，买大马车。嫂子说什么我都信，嫂子就是咱们家的活菩萨。少贫嘴，吃饱了早点休息，明天我还要干一票大的。穷军汉又如何？这片一望无际的海域，就是我逆风翻盘，建立商业帝国的无尽宝库。大哥、大嫂，米缸彻底见底了。唉，水师这月的军饷怎么还没发下来啊？上头说海防调动，军饷延迟半月。婉婉，我这就去镇上码头扛大包，今天定让你吃上饭。扛大板能挣几个铜板？守着这么大的宝库，何必去出那种苦力？走，带上家里最大的麻袋，咱们今天去深水区。不行，深水区有暗流和礁石，连老渔夫都不敢轻易过去，太危险了。我的直觉很准，能避开危险。而且，浅滩的货换不了大钱，你水性极好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听我指挥，保准没事。好，但我必须走在前面，一旦不对劲，你必须立刻退回岸上。浅滩的小打小闹养不起这个家。这片充满暗流的深水区，才是孕育极品海产的真正宝箱。陆征，就是那里，底下水深大概1丈，有极强的生机。你憋着气下去摸，遇到带刺的黑疙瘩和大如手掌的贝壳，全弄上来。你在岸边站稳，千万别靠水太近。婉婉，你快看，底下竟然藏着这么大的黑海参，还有这鲍鱼。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个头。干得漂亮！这是极品双头大网鲍，还有这黑海参，肉质肥厚的快要溢出来了。
这一兜子能在镇上换一大笔银钱。全是你找得准。若是换了旁人，就算是淹死在这片海里，也摸不到这等宝贝。快擦干，穿上衣服，海风冷，咱们这就去镇上最大的酒楼。哟，这不是我那自甘堕落的庶出妹妹吗？怎么，终于饿得受不了，跑到酒楼来要饭了？去，哪儿来的穷酸军户？别站在这儿挡了我们海卫阁贵客的道。苏娇，这要饭的就是你妹妹？谁要饭还不一定呢。姐姐既然嫁了富商，怎么手里提着的都是酒楼别人吃剩的折落菜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海卫阁的红烧肉，就算是剩的，也比你天天在家啃树皮强。你手里那破麻袋装的什么垃圾？捡了点死鱼烂虾就想来换钱？陆征，嘴巴放干净点，我们是来卖正经海货的。哼，正经海货，就你们这穷酸样，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来人啊，把这两个叫花子赶远点儿！哎，别吵，和气成才。这位军爷和小娘子，你们要卖什么？掌柜的，你可是识货之人，看看这些值多少银子？老天爷，这是极品双头霸，还有这黑海参，品相完整，刺粗肉厚，这可是供给省城大官的极品呐！不可能，就他这穷酸样，怎么可能弄到极品海鲜？掌柜的，你是不是老眼昏灰了？钱老板，管好你家记事，我做这行30年，能看走眼？陆娘子，这批货我出10两白银，全包了。10两白银，我这布庄1个月溜死累活也才赚2两银子。哎呀，妹妹，咱们到底是一家人，你发了财，这10两银子理应拿出来给姐姐我分一半当嫁妆啊！姐姐莫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嫁富商，我嫁军户，咱们早就是两家人。你的富贵我高攀不起，我的银子你也休想沾半分。陆娘子，这是足称的10两白银，以后您若还有这等好货，务必先送来我们海卫阁。掌柜的爽快，一言为定。婉婉，咱们去买面买肉。没用的扫把星，让你去攀交情都攀不上。早知道你妹妹这么有本事，老子当初就该选她。她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我就不信她能一直走运。老板，来30斤最精的细面，再来20斤白米，2把挂面。好嘞，小娘子真是大方。咱们再去买些决明子、枸杞和上好的清肝草药。娘的眼睛不能再拖了，得好好调理。婉婉，你别光顾着家里，你自己挑几身好布料，买些脂粉。那些不急，等以后赚大钱了，我非得穿绫罗绸缎不可。走吧，东西够多了，回去了。婉婉，你等等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我之前用碎木头自己刻的。我手笨，没有镇上卖的金银簪子好看。但你今日进门，我总不能连个定信物都不给。这个男人没有万贯家财，但他把自己能给的最好的一切，毫无保留地捧到了我面前。好看吗，陆征？好看，全海岛不，全天下最好看。既然好看，那咱们就快点回家。
今晚吃大白面条配红烧肉。这汤的味道怎么这么怪？又苦又涩，还有股子土腥味。婉婉啊，这是咱们海岛自己熬的盐，海里的水直接熬出来就是这个苦涩味儿。好盐都在官府和京城，咱们这穷地方买不到的。嫂子，肉能吃上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，苦点涩点没事，咱们早就习惯了。习惯了也不行，这粗盐里杂质太多，长期吃伤肝伤肾。把家里那半袋粗盐全拿出来，我来处理。处理？嫂子，这盐还能变成甜的不成？甜倒不至于，但我能让它变成比京城官盐还要纯粹的雪花盐。陆明，你去寻些干净的细沙和木炭来，越多越好。婉婉，制盐可是大事，你真有办法？你还不信我吗？去拿几个干净的木盆，把粗盐全化在水里。这海岛粗盐含有微档毒素，单靠物理过滤不够，我的异能刚好能将些杂质彻底净化。看着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天爷啊，大嫂，这漏下来的水怎么跟山泉水一样清透，一点黄泥渣子都没了。把这清盐水倒进铁锅里，陆蒸，烧大火，把水熬干。不苦，一点都不涩。老天爷，这盐比我当年在京城主家吃的官盐还要咸亮，还要干净啊！大嫂，你真是神仙！这要是拿去镇上卖，别说10两，100两银子也有人抢着要啊！咱们家要发大财啦！住口！陆明，大周律法明文规定，私自贩卖盐铁者死罪。你嫂子是给咱们自己家做口好吃的，你若是敢拿去卖，我先打断你的腿，去官府请罪。大哥息怒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我绝不往外倒腾。陆征说的对，底线绝不能碰。更何况这么好的制盐法子，咱们一家小户根本护不住。就算咱们不卖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钱老板那样的小人，若是知道了，肯定会生出祸端。那这盐和法子该如何处置？咱们不卖，咱们现保。陆征，你直接带着这罐雪花盐去找统辖琼州海防的水师千户大人，告诉他这个法子咱们陆家分文不取，无偿献给朝廷。你是说用这法子给整个水师营换军功？海岛军士长期吃苦盐，体能大受影响。千户大人若是有了这等好盐，不仅能强军，上报朝廷更是大功一件。他得了实处，还能亏待你不成？咱们这叫合法进阶。婉婉，你这是把天大的功劳送到了我手里。你在家等我，我这就去水师营。好，陆征，这等毫无杂质的情盐，就算是皇上御膳房也难得一见。你真是献了天大的宝贝。回千户大人，此乃属下内人偶然钻研所得，属下不敢私藏，特献与大人。愿我水师将士皆能吃上好盐，强将体魄，保家卫国。好一个保家卫国！你陆征是个忠肝义胆的汉子，你媳妇儿更是个深明大义的奇女子。这法子若是上报朝廷，本官定能记上一大功。来人，传本官军令，陆征献宝有功，赏足赤白银100两。即日起破格提拔为水师总旗，统领本岛南防线。属下领命，谢千户大人栽培，誓死效忠朝廷。你说什么？那陆家的穷当兵的，居然用木炭搞出了比官盐还要好的盐！
还被千户大人提拔成总持了。千真万确啊，掌柜的！现在整个镇上都传遍了，说是那陆家新娶的媳妇儿是个仙女下凡，会点石成金呢。又是苏婉这个贱人，她凭什么有这种好运？老爷，咱们不能干看着，这眼力多大呀！哼，一个没根基的穷当兵的，走，带上10两银子，咱们去水师大营找负责采买的老李，打探打探那过滤的配方，要是能弄到手，咱们就发大财了。军爷，行个方便，我找李居护官谈点发财的买卖。听说你们新得了个治炎的法子。大胆刁商！千户大人早有严令，治炎之法乃军机要密，谁敢私下打探，以刺探军位论处。来人，把这企图行贿的奸商给我乱棍打出去！哎呦，军爷饶命！军爷饶命！哎呦，军爷饶命！军爷饶命！我不问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老爷，怎么样？拿到配方了吗？拿个屁！老子差点被水师当细作抓起来，都怪你这个扫把星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如果当初在配婚广场上，我选了那个军汉陆吉，现在当上总旗夫人，风光无限，被人捧在手心里的，是不是就是我了？大嫂、娘、大哥回来了，带着千户大人的赏银和总旗的腰牌回来了。祖宗保佑，咱们陆家祖宗保佑啊！婉婉，你可是咱们家的大功臣。婉婉，100两官银，1分不少。还有这总旗的腰牌，我说过，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让你受委屈。以后这家你当。好，既然你让我当家，那我可就要大展拳脚了。陆征，这破茅草屋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咱们该换个活法了。大嫂，难不成你要翻修咱们这破屋子？这得花好几两银子呢。哼，刚翻修，不翻修后，咱们直接买新的，去镇上买那种带大院子、青砖绿瓦的大宅子。婉婉啊，100两虽然多，但买镇上的大青砖房，怕是得花去大半。要不，还是把钱攒着，给你和征儿以后生孩子用。娘，银子放着就是死物，花在刀刃上才是活钱。陆征现在是总阁了，手下管着50号军士，往后肯定要和营里的同僚走动。若是连个像样的待客厅都没有，平白让人看清。再者，镇上离药铺近，方便给您复诊抓药。娘，听婉婉的，她看得比我远。明日我休沐，咱们全家去镇上看房子。陆总旗、陆娘子，您二位真是好眼光。这套宅子就在镇东头，前后2进的大院子，用的全是上好的青石砖，屋顶是不透水的琉璃瓦，后院还有一口甜水井。要不是原主人生意做去了省城，绝不舍得卖的。一口价60两银子。房子是不错，但后院那几间厢房屋顶的瓦片有松动，修缮还得费一笔，55两。若能成交，我现在就去衙行和你过户。哎呦喂，我的陆娘子，您可太会砍价了！行行行，看在陆总旗保家卫国的份上，55两，成交。大哥、大嫂，这院子也太大了吧！这后边还能辟出2块地来种小菜呢。出息！以后这就是咱家了。陆明，你去
集市上雇辆牛车，把娘接过来。陆征，你跟我去成衣铺和布庄，家里人全得换新衣裳。该死的钱秃子，生意黄了就拿我出气，连个使唤丫头都不给留，全让我一个人干。哎呦，这不是陆总旗和陆娘子吗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！听说您家买下了镇东头那套最大的青砖宅子，真是恭喜呀！老板娘客气了，今日来是想扯几匹好布，要一匹深蓝色的蜀锦给婆母做外袍，2匹月白色的细棉臂给我家小叔子做春衫，再拿一匹最结实的黑色云锦给我夫君做2身短打和官服的礼衣。陆娘子真是贤惠，处处想着婆家人。哎，陆娘子，您怎么不给自己挑一匹最贵的苏绣绸缎？老板娘，把那一匹包起来，给我媳妇儿做一身最好的裙子，钱我出。那布料看着就贵，我平时在家干活也穿不上，浪费银子。不浪费。你刚进门时，我连件像样的嫁衣都没能给你买。现在我有俸禄了，别人媳妇有的，我陆征的媳妇必须有，还得是最好的。凭什么那个穷当兵的对他这么好？那是50多两的宅子，那是蜀锦啊！死婆娘，你躲在这里偷什么懒？没看见前面的客人要结账吗？还不滚过去算算吧！算错了一个铜板，老子今天扒了你的皮！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。明明当初是我先挑的富商，为什么现在吃香喝辣的是他？阿姐，看到没？那就是陆总旗的媳妇儿，听说是个福星，一进门就旺夫。是啊，不仅有本事，还特别孝顺贤惠，从不嫌弃军户穷。看看人家现在过的日子，再看看钱老板家那个后娶的继媳，真是天壤之别啊！陆征，新家置办好了，明日修胸结束，你就要去南房县巡查了吧？最近海象有些反常，千户大人让我多留意近海的动静。我的异能感知在颤抖，这不是普通的反常，这是深海深处正在酝酿的毁天灭地的力量。你去巡查时，务必带齐干粮和防雨的油布。我总觉得这2天的风向有些不对劲，若有异常，绝不能硬扛，必须立刻带人撤回营地。记住了吗？你放心，我这条命还要留着护你一辈子。大嫂，怎么了？这太阳还高高挂着呢，万里无云的。深海区的鱼群正在疯狂向深海海底逃窜，浅滩的蟹蚌全部钻进了泥沙最深处。这是海洋生物避灾的本能。一场100年罕见的超大台风要来了，这叫风暴前的宁静。陆明，别扫院子了，快去把娘扶进正房里屋，不许出来！婉婉说的对，
我这副老骨头，以前在京城时听沿海来的老嬷嬷说过，这种天若是连海鸥都不敢飞，必有大灾。快，明儿听你嫂子的。不行，陆征今日带着小队去南防县沿海巡查了，若是台风突然登陆，他们首当其冲。我得去告诉千户大人。千户大人，总旗陆征之妻苏婉有10万火急的军情求见。陆娘子，你不在镇上享福，跑来军营做什么？什么10万火急？大人，最多还有2个时辰，一场罕见的超大台风就会席卷琼州海岛，请大人立刻下令，召回所有出海巡逻的船只，并让南防县的军士全部撤离海岸，退守高地大营。陆娘子，智言你是一把好手，但看天象可是我们军中老司天监的活儿。哼，司天监今早刚报过，今日风平浪静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别在这里妖言惑众，乱军心。大人，常言道，九禽大物必阴，深海鱼虾浅底必有大妖风。我苏婉愿以性命担保，台风必来。若我报错了，愿受军法处置。但若是晚了，南防县50名将士，还有那几艘造价昂贵的巡洋舰，全都会给台风陪葬。大人，您敢赌吗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传我将令。不好，是龙戏水卷着大台风！全队听令，放弃哨塔，带上武器，立刻往高地撤退！陆总旗，千户大人有令，让你队火速撤离。你家娘子在营地说有大台风，千户大人信了他。弟兄们，跑！往死里跑！这台风比我们想的还要大。我的娘嘞！就差一点儿，我们全交代在那儿了。陆总旗，要不是嫂夫人神机妙算，咱们这50号兄弟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呀！嫂夫人是咱们的救命恩人。是啊，是我媳妇儿救了我们。老天爷啊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刚进的货，这是要逼死我呀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为了省钱没修缮那几间旧屋，刚进的几十匹绢布全被水泡烂了，这可是我全部的身家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突然刮这么大的风？我的货，钱老板，我的钱全没啦！都是你这扫把星！自从娶了你，我钱家就没一件顺心事儿。滚！给我滚出去！陆家买的是镇上最结实的青砖大瓦房，要是当初我没有嫌贫爱富，现在坐在坚固的大宅子里，
安安稳稳躲雨的就是我了。陆娘子，受本官一拜。昨夜若非你拼死预警，我水师必将折损3艘战舰，伤亡上百人。你不仅救了陆征的小队，更救了我这千户的乌纱帽。千户大人言重了，民妇也是为了夫君的安危。大人信得过民妇，及时下达军令，这份果决才是救下将士们的根本。好个进退有度的小娘子，不居功自傲。本官今日便写折子上报，为你夫妻2人请功，不仅要赏银子，还要给你一块巾帼福星的牌匾。婉婉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我让娘熬了驱寒的焦汤。雨过天晴，这海滩上估计又有一批宝贝等着咱们去捡呢。大嫂、大哥，快去海滩上看看吧！台风把海底的怪物全给卷上来了，沙滩上密密麻麻全是大黑疙瘩。大黑疙瘩，走，带上家里所有的竹筐和麻袋，去海边。婉婉，台风刚过，海滩上可能有些死鱼烂虾带着毒气，你跟在我身后，别乱碰。放心吧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直觉告诉我，咱们又要发一笔横财了。这叫鬼面棒，长在深海阴暗处。这东西壳厚的像铁，肉又老又腥，根本咬不动。要是强行劈开，里面还会喷毒汁呢。大家离远点儿，别沾了晦气。可不是嘛，这东西堆在海滩上，要是臭了可怎么得了？村长，咱们赶紧雇人把它扔回海里吧。这几百个巨棒重得要命，谁愿意白费力气去搬？启动海洋感知。天哪，数百团温润明亮的光晕在蚌壳内闪烁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鬼面棒，这是巨大的天然盲盒。村长，既然大家都嫌这棒爱吃，不如卖给我吧。婉婉，你要这些不能吃的死物做什么？信我，这可不是死物，这是海神爷送上门的宝匣，里面藏着咱们买大马车的钱。陆娘子，你可是咱们全村的福星，我怎能坑你？这玩意儿真不能吃，你要它干啥？村长放心，我不吃肉，我只是看着蚌壳又大又坚硬，想弄回去敲碎了铺在院子里防滑。这1两银子，就算我请村里壮汉们帮我搬回陆家大院的工钱，如何？陆娘子真是大善人，花钱帮咱们清理海滩，大伙儿快动手，帮陆娘子把这些黑疙瘩运回去。这个贱人又在出什么风头？黑疙瘩定是个好东西，否则他怎么可能花1两银子去收？苏婉要这东西，我也要。等我撬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，说不定能卖给当铺，让我重新翻身。给我开，给我开！啊！我的手！救命啊！这棒吃啊！大清早的叫嚷什么？这深海蚌力大无穷，你一个妇道人家用手去抠，没夹断你的骨头算是命大。